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。那么就在昨天晚间呢，美股出现新高，上涨幅度0.43%。这一高点呢，我们看到了是在行情当中已经走出了一个杀升阳线。那么悟空阳线在哪儿呢？悟空阳线在6月2日啊，6月2日的这一天出现悟空阳线之后，后面的几根 K 线呢是干扰性的 K 线，干扰了我们对多头的一个判断。但行情在这个干扰性 K 线当中始终处在一个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。那么上方走出八件阳线、杀升阳线之后呢，再往上走就将出现唐僧阳线。我们在这里的预期是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游，同时呢，我们看到在34000点附近的这个位置上已经出现了4次等位置波峰。等位置波峰出现之后，符合了江恩等位置波峰定律啊，容易出现一个新的高点，最终呢可能会突破34712啊，这个22年12月份的高点之后，不断创出新高，最终呢导致美股重启牛市。那么最新的消息是啊，美国停止了加息，那么这意味着利空已经结束，外围市场的利空呢导致美股在行情当中第4次出现34000点的波峰。那么我们将要面临美股重启它的牛市行情的一个关键性的节点。那么一直以来呢，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比特币并没有跟随美股上行，只是围绕着当前行情做一个区间性的震荡，并且呢，在日线级别上6月5日的这一天有悟空阴线，所以呢，要想扭转当前的行情，必须要站上27000点。目前距这一点位还有$1000左右啊，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有悟空阴线之后啊，下方可能有八阶阴线、杀升阴线、唐僧阴线，因此呢，对于比特币来说，它的空头趋势上没有转变，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依然有继续下跌，走日线级别下跌细游的一个风险。同时呢，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之后，可以看到4月初的行情当中就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。那么目前呢，正在走一个八阶阴线组，八阶阴线已经在上周走出来了。那么本周呢，是对八阶阴线的一个干扰性 K 线，没有完全脱离八阶阴线的实体部分啊。那么下一步行情可能会走周线级别的杀升阴线和唐僧阴线。那么如果最终能够完成周线级别下跌细游的话，将与它的上涨将与它的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相互对称。最终呢，我们给出的目标点位呢是在$22,000附近。$22,000附近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支撑。这条支撑线呢，源自于20年底部位置连过来之后啊，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构成的位于$22,000的支撑，也是这轮周线级别下跌细游可能会到达的一个目标点位。虽然空头趋势仍没有改变，但是我们看到了 BNB 已经在小时线的这个级别上出现了一轮小时线级别的上涨细游。小时线级别上涨细游当中，分别由悟空阳线、八阶阳线组、杀升阳线和唐僧阳线构成。那么一轮小时线级别上涨细游，它是与日线级别下跌细游相互对应的。我们看行情当中，由于6月5日 SEC 起诉了 Binance 平台，在这个 BNB 的这个里面，我们看到日线级别有悟空阴线、八阶阴线组、杀升阴线和唐僧阴线。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这个位置上，就容易出现小时线级别反弹。就这一点呢，我在前面行情当中反复提及了。同时呢，在$220这个位置上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日线级别上我们连接了波峰连线，通过焦点之后在$220构成了一定的支撑，这个支撑位为反弹提供了很好的温床。但是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，我们看到小时线级别的1440均线和169均线正在被50均线、10日均线突破注意看这里是小时线级别的50日均线、10日均线突破了1440均线和169均线。正常来讲，这是一个多头启动的信号但是看大的时间周期上，在日线级别上并且在周线级别上 BNB 都是一个下跌趋势，所以呢，这个位置的反弹和突破一定要非常注意。建议把$243设置为一个止损位，这个止损位呢，对于多头方向的一个止损位，这个止损位呢是由小时线级别1440均线也就是黄色线这里过来的。这个位置如果跌破的话，趋势可能会重新回到空头趋势。那么目前它走出了一个小时线级别的上涨细游，那么合并 K 线之后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，在4小时级别上目前走完了悟空阳线、八阶阳线组和杀僧阳线。杀僧阳线呢，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，所以呢，上方是有机会出现唐僧阳线的。但是我们一定要重点注意刚才提及的
$243的这个位置，如果一旦跌破的话，证明它在 K 线上就跌破了144日的小日线均线啊，这样呢趋势可能会发生重新回到空头趋势的画面啊。特别要注意的是，在周线级别上。上一周行情当中，我们经历了一个悟空阴线，这一悟空阴线在周线级别的这个角度上，容易引发继续的下跌啊。同时我们要注意的是，行情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形成了收敛三角形，焦点位是一个黑洞，这里面的下跌可能有一定的持续性。所以呢，刚才多头是在小日线级别发动了一轮这个小日线级别上涨吸筹，没有构成4小时级别上涨吸筹。所以呢，注意$243这个位置，如果跌破的话，它可能引发一轮继续的下跌。如果继续下跌的话，我们要注意悟空阴线走出来了，巴金阴线、沙僧阴线、唐僧阴线，最终呢可能回补一个$100这样的一个区间$220到$100这样的一个区间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21年1月到21年4月的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在$690和$220这样的一个区间已经经历了2年的回补过程，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，那么前面行情当中$220到$50这个位置没有进行完整的回补。如果出现周线级别下跌吸筹的话，那么这个位置会得到最终的回补，这一定是巨大的风险。所以呢，多头目前虽然在小日线级别上取得了一定的上风，这个上风动作是因为超跌和美股持续上行带动的，但是行情它的趋势依然处在一个下跌趋势，直到小日线级别上能够在$250上方持续向上推进，最终呢形成一轮4小时级别的反弹。那么4小时级别反弹它的一个目标点位呢是在哪儿？压力位是在哪儿呢？我认为是在$270附近，这个位置呢就是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压力如果能够成功的完成一轮4小时级别反弹吸筹，并且在4小时的50均线、10均线突破了144均线和169均线，那意味着 BNB 将迎来成功的反转。但是现在没有，现在行情只是一波小时线级别的上涨吸筹，做了一个突破性的动作。反弹动作这个风险还没有彻底解除，所以呢，目前行情一定无论多空一定要在市值止损的条件下进场。在行情当中，我们可以先稀有战法，把握这几点就能获利第一点呢是最重要的一点注意位置，行情当中位置非常重要，把握位置之后你才有获利的可能性。第二点呢是把握趋势，第三点呢是分仓进场设置止损，每一条都非常重要，把握好这3条就能够成功的在市场当中活下去，并且呢大幅获利。还来说一下 UNI 这个代币因为这个黄金坑的这个位置在这种超跌币种当中特别明显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之前就画出了一条横线，上方画出了一个收敛三角形，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位置上，我们就说了是一个变盘的位置。那5月到6月的行情当中，我们经历了 UNI 从$5.5打到了它的最低点$3.6，行情打到这里之后，我们标识出了它的一个黄金坑的区域。注意黄金坑是一个范围性的区域，跌破重要支撑之后，收敛三角形的重要底部支撑之后，下方即是这些代币的黄金坑，特别是这种次主流的币种，它的黄金坑到来之后，上方的空间起码是20倍以上，因为我们经历了这个上一轮牛市比它币的从低点到高点就是20倍，那么我认为次主流不会低于20倍，特别是 UNI 上方起码是$100左右。那么目前的黄金坑呢是一个超级主力庄家都被套牢的这个位置，它这个位置需要自救，所以呢，它需要把盘面做上去。同时呢，在做上去的这个时间段它会把筹码逐渐增多。那么行情到这个黄金坑的位置之后，我们看到下方的一个重要支撑位也是这个位置是在$4附近，在$4附近的这个区域上，超级主力要不断的进行盘整洗盘，然后拉升上去。我们认为这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，变盘的发生不仅仅是一个下跌，下跌之后呢，通过焦点通过这个点之后，有可能在焦点后方出现一波拉升。所以呢，当前的位置对于这种像 UNI 这种出现黄金坑的超跌的币种来说，是布局的很好的机会。这种机会并不多，我认为6到7月份是一个非常好的在底部区域建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。未来2年的这个区域这个时间
啊，还有这个位置很难再次出现。回头来看啊，牛市进行当中，我们回头去看，往往这个低的位置你是用钱买不回来的，因为你买不回过去，也买不回之前低的位置。所以呢，对于当前来说，重点币种啊，特别我们经常说的几个重点币种、老币种、热点币种啊，一定要积极的在多头和现货这方面进行布局。那么空头呢，只是暂时的，空头在7月份之后，7月中旬以后将会完全湮灭啊。8、9、10月份，我认为行情会重新启动，直到12月份之后呢，我们会回头来看到当前行情当中的低点。所以呢，对于这种币种啊，我们要在低的位置，在当前低的位置不断的把仓位补满啊，不要惧怕下方可能还有多大空间，下方的空间是有限的，上方的空间是几十倍的空间。所以呢，在牛熊更迭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把现货补满，把这个低倍的多单慢慢的分仓进场。那么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，同时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，可以在主页右上角购买我的这本 K 线西游战法一书。感谢大家，再见。